Hello，大家好，我是心理系大一的雨桐。那非常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让你们亲自来到我们佛光大学心理系来参观。不过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心理系的地盘吧。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心理系的系办。那我们的系办呢，是系秘书以及系主任平常办公的地方。如果同学在校内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来找系秘书询问哦，也可以来系办坐下来聊聊天哟。来，让我们看到这里，这里是我们的临床心理实务暨研究室。那临床心理研究室呢，是一个可以进行团体以及个别咨商的空间。在里面呢，还有2个隔间，一间是个别咨商室，而另外一间是观察室。在中间呢，有一面大玻璃，从观察室看过去是透明的玻璃，但从咨商室的话，它就是一片普通的镜子。再来介绍的是呢，我们的研究助理室。那研究助理室呢，是各个科目大致上都会安排一位助教。这间办公室呢，就是助教们平时待的地方。同学们也可以来到这里跟助教讨论课程相关的问题哟。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系图。系图呢，也就是系图书馆，这里拥有许多心理学相关的期刊论文及书目，也是同学们课余放松休息的好去处。同学，刚刚那边几间实验室啊，我看都没有介绍到啊，那边是什么啊？我忘记介绍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每个实验室都会有专业的老师以及尽责的研究助理们带领。这里是我们的生理与知觉实验室，里面有许多协助实验的仪器，比如生理回馈仪，它可以测到各项生理指标，比如说呼吸频率、心跳、皮肤温度以及皮肤导电度等。首先要清理皮肤上的角质层，因为角质层会形成电阻，会使得电极无法顺利接收大脑神经活动时所释放的讯号。我们需要先测量大脑的中点，有待法师者记得先拿下来，以大脑中点为基础去测量其他区位。而我们的实验所要测量的区位位于前额叶的 FT3 和4。等一下，先帮我拿。等一下有想到什么，我等一下请你联想的时候就开始想。那你想到什么词，可以帮我写在上面写。因为我们在接上的时候，可以看到这边会有电量，我们会先检查一下电量，然后之后我们会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那个电极有没有接好。如果还有接好的话，这边是左边；还有接好的话，就会呈现绿色。那没有接好就会呈现像这个 open 的状态，或是呈现别的数字。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进行生理回馈仪的实验。那我们等一下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受试者的脑波，这是 F， 这是我们额头上前额叶附近的脑波。那我们现在先请他联想一个词，比如说请你联想一下乐高。那有想到什么有趣的词，你就先试试看联想一下。有联想到，你可以你帮我写出来一下。那就是他脑波的状态。然后下面的这边，那前面这边是他在进行联想的时候的脑波，就是我们给他一个词让他进行联想，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脑波会呈现这样子。它有很大幅度的摆动的时候，都是因为
移动到或是眼睛眨眼睛的时候，它会有出现这些大幅度的改动。下面这边的数字是记录它1分钟之内，因为我们测的是阿法波，所以会记录它1分钟之内有多少次的阿法波出现。那也不是1分钟，它只要有出现就会计数一次。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佛光大学心理系黄国章老师。各位从小到大应该做过很多心理测验吧？但是你们听过真正的心理测验吗？你们知道真正的心理测验长什么样子吗？让我们来带你们看看心理系的宝库吧。走。哇哦，你看看我们心理测验满满的柜子，是不是很像图书馆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老师就花3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几个主要的测验啦。我们的测验啊，从婴幼儿0至6岁的发展性的筛选测验 ，OK， 到国小生活的适应量表的评估，这个呢是陶伦斯创造性思考测验，它有一些图文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我们到国中阶段啊，还有人际关系量表、生涯量表、性格量表，很多种都有。还有的呢，我们还有多元智能量表。其实智能量表不止这个，也相当多种测验的方式。一直到长大之后呢，我们还是有成人生涯认知的测验。也有生涯信念的测验，有相当多元。除此之外，各位有没有听过5大人格？你们知道5大人格是什么吗？这其实是一个心理系专业的测验哦。OK， 这个专业的测验啊是英文版本的，而且它有很多的版权。OK， 有的这个是成人版的、青少年版本的哦，相当多的版本。如果有机会进到心理系来的话，老师在课堂上慢慢跟你们介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们猜猜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像007的箱子啊，也是我们心理系最重要的测验哦。你们猜猜看这里面是什么呢？哦，你们猜到了吗？如果猜到的话呢，就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吧。我们在这个活动结束后呢，就会有一些小奖品哦。OK。你猜到了吗？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这边是佛光大学知觉实验室，我这边是研究助理。我们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一台眼动仪，是我们注意力研究的明日之星。这台眼动仪的话，主要是用于记录眼动的所有历程。现在目前很多的研究啊，他们都会使用到这一台眼动仪。像是比如说研究过动症患者或者是一些正常人的注意力轨迹这样子，像是过动症患者他们的阅读的轨迹可能就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子有跳式这样，他们是上下，所以他们会没办法注意，应该是蛮正常，也都是功亏于这一台眼动仪的功劳。那我们再来的话，我们就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一台眼动仪的所有配备。首先先看到我们的主机眼动仪这一台眼动仪，它有一条线连接过来嘛，会一直连到这一台叫做眼动仪的主机电脑这样。然后这一台电脑呢，它会有一条网路线将这2台电脑连接起来，所以眼动仪收集到所有资讯会进入到右边这台电脑之后，然后再透过这条网路线传输到左边那台电脑，然后进行一个整合动作。左边这台电脑呢，也就是我们的实验显示器，用来显示我们的实验程式的，会透过 HDMI 连接到我们的大台的萤幕，主要是给受试者看的。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受试者，他会将他的头放在下巴架上，固定他的眼睛，让眼动仪有更好的攫取。那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台这个键盘。主要是让收集受试者对于整个实验的反应，比如说
可能按什么键代表什么东西，按什么键代表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反应，而眼动仪记录的呢，主要是眼睛在看荧幕的时候，它的轨迹是如何。好，那再来就是介绍到我们的眼动仪机体的部分。这一台眼动仪呢，它的型号叫做 SR Research iLink Portable Duo。这一台不便宜哦，那大概不方便透露量。那这一台的规格，它主要是它的解析度是2000赫兹，也就是说，它每秒可以记录到你眼睛的2000个眼动资讯，代表说你眼睛如果有办法在这1秒内动2000次的话，它全部都会记录起来，传输到我们刚刚介绍的这2台电脑里面。那今天跟你们介绍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生理心理学的老师哈，我叫黄志伟。那今天很高兴哈来这边介绍我们的实验室这样子。那我们实验室呢，目前研究的主题大概有药物成瘾，有创伤哈，创伤后症候疾患哈，过去也有做过躁郁症啊、忧郁症的研究。那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空间哈，是我们的共同仪器室。那这边呢，你会看得到很多就是这个生物安全生物的这个 workbench 啊哈。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会有一些仪器设备哈，比如说我们会在这边泡药啊、配药哈，然后也有这个就是2D 水哈，然后1级水哈。我们到时候要做一些实验哈，做脑的细胞染色啊等等都会在这边做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设备有瓶瓶罐罐的啦哈，同学们也会在这边做实验。那这里有个抽风柜哈，我们会进行做一些所谓的这个灌流哈，或者是脑就是大脑的这个固化哈，因为我们这个领域都是在做脑跟精神疾病的一些关联性哈，所以我们就在做这方面哈。然后这里有冷冻机好，然后也有这个这里看得到一个这个我们的药品柜我们很多的药品啊因为目前都会就用这部分这样子。我这边看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啦比如说还有拨片亮拨片的一个拨片箱然后有气体麻醉机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立体定位仪啊还有这个就是冷光机冷光机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冰箱啊就是我们做实验的这样。那这个是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介绍啦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也可以再往里面走我们这个空间大概就是同学们在这里就是读书的地方然后有显微镜啊有显微镜，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仪器设备做一些那个脑内的蛋白的染色的设备然后也有这个micropipette那个微量滴管好往里面走，这边大概就是读书的地方啦然后还有实验的地方然后这里有一些就是我们是也是做实验的地方，然后有我们自己黑板就目前在进行一些实验然后还有一些老鼠做行为的一些实验箱子这样子这边好，可以再往这里面走那我们这里啊，目前这个空间其实是一个中央走廊这中央走廊我们是让外面的空气吸进来然后再把这个空气吸进去到里面我们有两间的饲育室饲育室就是饲养老鼠的地方一间是小鼠，一间是大鼠那里面可以看得到饲养老鼠啦这个我们就不进去它味道比较重那从旁边走道上有一些我们行为的一些设备目前一些设备我们有些设备要自己做我们都是用动手自己做那大概就是还有一个4度 C 的冷房冷房我们现在目前冷房会把它重新改装这样子那这边还有一些你看到的这些设备就是设备好，那再往里面走啊，有个独立的空间独立的一间空间是我们每次要做一些行为行为测试的时候会在这一间来做。那目前看起来就有一些这个迷宫我们把它立起来它要做的时候才会放下来，然后会透过电脑来做记录这样子。这边还有一些行为的箱子在做这样子。好，才接着出来好，这样就绕一圈大概我们整个目前的实验室就是
这一些状况这样子。如果同学们好未来有兴趣，好，那也可以来我们实验室走一走看一看，好，欢迎各位好的加入，谢谢。